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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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呀哎呀！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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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bad, very bad. 河堤要被冲垮那种。他们不相信，他说是没有看到新闻呢，什么都没有。I hope it doesn't break. 国家要求的。Southern China is suffering from extensive flooding, but it's strange that we can hardly find any reports on this from state-controlled media in China. However, we see lots of videos that show water pouring down from ceilings, soaking floors, and flooded offices. Welcome to Voices. I'm Letty. How serious is the flooding in China now? Let's go to the streets to find what our Chinese friends have to say on the flood. 因为我本来就是江西人嘛，然后洪水就是在长江那附近嘛，我爸爸就是他们单位就被派上就是抗洪前线，然后在那里值守。公务员嘛，他们就国家要求的，他们每天就是观测那个洪水的水位线，看那个水位有没有超过警戒线，然后大概就是安抚一下百姓吧什么的。我爸爸每天他都会记录生活嘛，因为我爸爸他本身很爱摄影，就我爸拍的还挺震撼的。我知道的就是九江县里面那种地方吧，就是地下车库就是水就是都把淹了，车子就什么都会坏掉。江边的那些县城就是房子没有市中心那么高嘛，都是那些就比较矮的那种平房，所以那个洪水大概就已经到就是居住的那个窗户那种。而且江西98年也发过洪水嘛，所以这应该就是100年第二次吧。其实广州也还蛮严重的，当时好像我老家也很严重，就是那种河堤要被冲垮那种类型的啊。广州淹的地方就只有郊区，就我以前初中的那个地方，郊区他们那一片那个小区都被淹了，然后就地下车库也被淹了什么的，出行也不方便，车不能走了这种。在安徽有一个县。然后整个村子、整个县就被淹掉了，然后那个洪水大概要到的二层楼那么高，对，这有视频发出来。我看到这个情况之后，我就跟我家人联系嘛，因为我们那边就是距离中国的一条河，一条那个非常有名的河黄河很近，所以说我就有担心，因为这个季节在我们那里也是一个汛期嘛，我就了解看我们那边的黄河有没有问题，然后我家人告诉我还好。但是我就告诉他们，我说那个长江那边就很厉害，但他们都不知道。就我告诉他们，我说如果有必要的话，就准备一些什么急救包什么的，就是逃生包。他们不相信，他说是没有看到新闻呢，什么都没有。国内的网站上你好像就看不到什么太多关于洪水的问题吧？因为我问周围的朋友，他们也不知道有什么洪水，因为我看的是推特和 Facebook。I heard it's really bad, very bad, very bad, and the state media isn't really reporting the true extent of the damage, and at times downplaying the true nature, the damages the flood has caused in China. So I've been following a bit, but other than that, I don't really know too much. Yeah, I remember there was a aerial shot. How I recall seeing several footage. One is basically the water has flooded into people's apartment, just flood everywhere. Everything's flooded, all the banks overflown. There was another footage of a apartment, and there's rainwater or floodwater, basically floodwater coming out of their balcony. It was like a rainfall. And I also heard reports that there is growing concern about the movements, structural damage to the Sanxia, the Three Gorges Dam as well. So it's of a major concern actually. I hope it doesn't break. I think the state really needs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It shouldn't have been built in the first place. 之前政府宣传一个三峡可以抵挡万年洪水，后来又说1000年洪水，又来说100年洪水，现在又说20年洪水，到今天为止说不要靠三峡，那这个大家都要去思考一下了，到底这个三峡该不该建？国内的话没有太关注国内，因为最近澳洲疫情比较严重嘛，所以没有太关注国内的消息。没有，我不太关注国内的，因为最近都很少跟家联系。我知道它好像挺严重的，在湖北地区。然后，而且关于那个长江，
是不是长江啊？黄河，长江还是黄河？三峡大坝，对，就挺严重的。然后它，一期又一期的，现在可能还会有下一波爆发。我觉得应该要采取措施来控制。我看很多车被那个洪水淹没，然后就是说出行很不便，而且还有一个事情就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有高考嘛，国内高考的时候就有那个很多学生他们划船去参加高考，我觉得对，有的地区不是高考还取消了吗？我觉得很严重这个问题。对，我有关注这个事情，因为我弟弟今年高考，然后刚好高考的那几天又很严重，所以我那个时候都比较关心的。哎，我忘记是有一个省份，就是说它那个洪水影响到有很多考生都没有办法正常参加语文考试，然后好像我看这次洪水受灾面积还蛮广的，达到1000万级的人口都有受到影响，这样。有看到过新闻，然后还看到有一些城市就城镇有紧急撤离的情况。有一个视频就是，哎呀，我就觉得那种视频应该是，在他们说宣传的就是应该是解放前才有的吧，然后拖家带口的往山上逃，哎呀，我看的真是触目惊心的，而且还看到一些就是那个仓库啊，就是私营的企业啊，仓库啊。被水淹掉的，那都是上百万、上千万的货物。而且我这一次也发现，就是这一次的洪水好像并没有高官出来去，比如说李克强啊，比如说政治局常委啊，有一些人出来去解决一些什么问题。以往最起码还有温家宝出来吧，好像这次李克强都没有出来，我没有看得到。就最近看了很多那些视频啊，有些什么。就是爆破一样的，说就是像那个像大坝一样的，是一个支流，然后那边因为蓄洪能力就是快蓄满了，就只能把那个堤给爆破，让它就是去淹那一块的农田。如果是抖音的话，就是基本上都是那种消防员在救人的那种视频。不然就是对，确实吧，都是正能量的视频。这个殉情应该是很大的了。如果他不拍一些这项东西的话，他无法向老百姓交代的。他拍了这些东西的话，就告诉老百姓我做了很多了，我也做了很多事情了，我不是什么都没有做。那可能会给老百姓一个就我们政府都努力了。中国的那些东西，我想你也是从中国来的，你应该也很清楚了。我不太相信中国的很多东西现在，对，而且在国内的话，很多东西大家也都知道都是做出来的吧。